那我个人觉得它有可能在这里呢持续盘整一段时间，接着呢才去往上冲，然后拿到这个 68K 的流动性。今天的比特币在美伊战争有所缓和的情况下有所拉升，本周比特币多头是会持续延续，还是转头向下？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首先，我们聊一下宏观层面。美联储在7月份的议息会议将在29号正式召开。目前看来，7月份最后的政策应该就是维持利率不变，不会加息，也不会选择降息。但是随着时间来到9月份，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就高达 54.8% 以上。这背后的直接原因就是美伊战争。虽然美伊战争停止互袭，美方连续2晚停息但我们都知道，上一周美国跟伊朗每天都在打，油价呢也一度重新逼回到$100附近。也就是说，虽然市场对于美伊在中东冲突多少有些脱敏，但是双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还是会持续影响油价。油价呢则会持续影响通胀，这最终会影响到美联储的宏观政策。另一个市场热议的焦点就是清洗法案能否在8月7顺利通过。清洗法案之所以面临在8月7前推进或者通过的时间压力，主要是因为美国国会即将进入年度的8月夏季休会期。如果不能在8月7通过的话，下一次会议将会有更多宏观数据上的压力。目前距离8月7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只剩下10个工作日不到。川普所在的共和党目前也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去争取民主党的一些支持，而且其实此前最大的卡点总统的道德问题已经解决，因为川普这几年通过加密市场揽财超过14亿美金，那么在最新的清洗法案当中也有提到过，他已经赚到的14亿美金可以保留，但之后的话不可以再通过加密进行敛财。你可以回想一下川普最近做的一些项目，比如说 USDE 或者是 WLFI 世界自由金融，再到他老婆发币那在任职期间的话已经赚得盆满钵满，那最终也是在赚够的情况下，他已经松口就答应这一个道德条款。我们再来看一下 ETF 的流入情况。那 ETF 上周是一个净流入的状态，虽然流入量不大，但至少是正向流入。但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 ETF 在推出的时候，它是在去年牛市的时候推出批准的。那么大量机构也是通过 ETF 买入比特币，他们的持仓成本就对应非常高，所以在接下来的反弹当中，只要价格稍微逼近他们的成本价，大概率的话是要解套离场。那说明这一份的抛压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消耗的。我们快速来到盘面，先看周线，打开周线确实呢可以看到上周收了一根小阳线。再加上前面3根的话，已经是4连阳，这是一个底部连续吸筹的信号，但是不足以支撑反弹，因为在价格反弹的过程当中，也就价格上涨的过程当中，这个吸筹的量能呢是有在锐减的，所以离我们真正大家期待的反弹呢还需要一段时间。那目前比特币处在上行平行通道的底部，如果是上涨趋势当中出现这样的一个平行通道，其实它是看跌的看跌的意义在于冲破前高，也就是前方的69000的这个高点，摸到之后呢进行跌破。包括 MACD 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在震荡上行的过程当中，绿色的动能柱呢是有在减小的，这是一定程度的底背离。来到4小时级别，观察一下这一波反弹。这波反弹呢相对比较强势那最开始的话是轻微反弹，没有什么量，但今天在开盘的时候呢，有一根比较大的放量。再结合指标，指标呢是一个多头排列看 RSI 的话，它的紫色线已经越过中轨。MACD 呢在水下有实现金叉，那绿色动能柱呢也有在轻微放大。所以短线级别呢，多头还是有延续的概率，这个概率呢会相较于跌破大一点点。那也就是这样一个剧本，稍微就磨蹭一下，然后冲高来到突破上轨，大概是69000左右的位置。拿到这边的流动性之后呢，再向下。为了印证这一观点，我们来看一下清算地图清算地图已经很清晰，往上流动性累积它是比较多的，其实是在67000左右的位置，前方小高点，大概率会把上面这一口吃掉之后，再考虑向下。向下的话，流动性累积是在哪？是在60000到61000左右的位置。如果跌破向下呢，大概率会来到这个位置上。这也对应了我们上周跟大家分享，在周线级别呢是有大概率收一个4连阳，所以多头呢将会延续。那多头目标位也就在68000到69000左右的位置。那它有概率再上去摸一下，然后呢再进行到就触碰到这个通道的上轨之后呢，再进行下杀。所以我的整体观点还是维持不变。接下来分享跟加密行业有关的新闻那 BitMax 宣布将在9月份正式结束运营。作为了一家开创合约交易的交易所， BitMax 结束运营让人比较唏嘘。继 BitMax 之后呢，今天 BitMart 它也宣布即将结束运营，同样也是主动关闭这些非一线交易所陆续关闭，其实说明了整一个加密行业正在急剧收缩，包括加密交易所业务转型的一个现状。现在大家可能知道的 BIOKX BitGet 它都是引入越来越多的传统金融的服务越来越少去引入原生的加密资产。
那对于这种非一线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来说，他们竞争力度就会更小，因为在牛市的时候呢，这些小所只有一个办法，那这个办法就是率先上线一些链上的币种，去抢一个先发的优势。但是现在呢，大所上的都是一些美股啊、港股啊，或者是贵金属，并且拿到了所有的合规牌照、所有的流程，那有个非常强的倍数啊，所以呢，这些小所自然就竞争不过，也就慢慢关闭了。包括今天刷推的时候呢，也有看到 Dongo 暂停营运啊。那大家对这个项目还有印象吗？它是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个空投项目。不过呢，因为就整体空投的行情都不太好，所以这个项目大家可能也不太清楚。包括今天在 RoData 上有看到2026年加密行业死亡项目名单，这里呢有80%，我敢说大家应该都没有看过，甚至都不知道它这个名字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很熟悉的面孔，像 Dmail， 像我们的 Mint， 以及是 GOAT、Gammy， 然后等等，还是有一点印象的。那说明了什么呢？就这种代表一个什么信号？首先是加密行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是经历了巨大的转型，目前是从混乱走向合规，并且加速向传统金融靠拢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像从09年到现在这17年的时间当中啊，币圈的各种叙事已经经历了多轮的炒作和证伪。在现代市场当中留有的真正具有实际价值的叙事的话已经不多了，而且无论是散户、交易所、VC， 对于市场的认知也会更加深刻。像以前2017年的时候拿一个 PPT 就出来做 ICO 的场景已经不可能再看到了。而且目前我们所处是熊市，越来越多的项目出清，包括交易所的关闭，也是熊市触底的强有力信号。那在这个阶段的话，只需要做好定投，然后持续的研究市场，寻找新的东西。另外，请一定要认准主流交易所，选择币安、OKX 等主流交易所，本质上是用其顶级的流动性、毫米级的稳定撮合、严格的 C2C 出入金风控以及透明的储备金保障，最大程度规避小平台的恶意插针、跑路洞卡和黑客盗取风险，确保资产安全和交易效率。说到这里，想要真正在币圈发展的你，需要趁手的工具。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以轻松注册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给到全网最高20%交易减免。OKX 交易所，使用观感体验拉满，同样有20%手续费减免。另外，参与 OKX Bot 的观众可以使用专属邀请链接去刷代币交易量的时候呢有减免，期期都有肉吃。代币者最高30%手续费返现，新人注册解锁迎新好礼。该次 IO 注册赢取135 USD 新手入门礼包。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黄金外汇趋势融合最激进、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注册也有20%手续费减免。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册，你可能觉得注册这么多交易所没用，但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我们可以错过机会，但不应该在机会来的时候呢毫无准备。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如果本期影片对你来说有所帮助、有所收获，还请多点赞、评论，支持我更好的创作。我们就下一期视频不见不散。还有一件事，我们认为金钱是一种流动性的能量，当你将财富给予需要的地方，它将化成成千上百的善意回到你身边。所以我们在 QQ 开设了公益群，如果你有任何公益行为，请在进群后无私分享出来，通过我们频道来给你传播，让更多人加入。感谢大家对公益事业的支持。